在生活中发现呢难以解释的奇异天象，你是否曾经在一个寂寞的夜晚呢遥望苍穹也看到过一些奇异的现象呢？比如被吞噬成绿色的天空，天空中下起的雪雨，甚至是掉下来的巨大的冰球，以及3个太阳的出现，还有天兵天将出现在天空。有的时候呢，这些奇异的东西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让人难以置信。即便是用手机拍到呢，始终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今天呢，我们就来讲那些被镜头捕捉到的5大奇异天象。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在2015年的6月呢，广州的天空中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件。那是在初夏的上午9点半左右广东中山市的一所小学的天空中忽然乌云密布，似乎有要下雨的迹象。因为广东的雨水在这个季节是很常见的。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一道道奇形怪状的光影出现，仔细一看呢，仿佛就是天兵天将凭空出现了，整整齐齐地站成了一排，像是要去打仗一样。现场不仅有上百个人目击呢，还有很多人在拍摄，在录影。那画面中呢，一队队天兵天将整装待发，缓慢而行这不禁的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莫非世间真的存在仙界吗？他们真的是从天庭而来，甚至可能是从另一个时空而来吗？除了广东以外呢，河北一带也有人拍到了南天门。有一次，河北有个年轻人在往家走的途中呢，忽然看到天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巨塔，和南天门非常像，而南天门的持续时间却很短，只有1分钟左右。不过那名男子还是用手机拍摄下来了这一幕。另外呢，也有人拍到过庐山上空的一座神山。当天空中出现了3座大山的时候这些大山极为雄伟，这一幕被人拍了下来。很快就有人认出那就是泸州东南方的五老峰然而这些奇观并不只是出现在中国早在1950年代呢，成千上万的游客也曾亲眼目睹过在希腊爱琴海一带的古战场。那里不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物更是有着惊天动地的战争场面。但那个时候呢，科技还不够发达所以摄影设备呢也不够先进，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那关于这一幕呢，或许有人会认为是多元宇宙，但是有一种更加科学的说法呢，是海市蜃楼。那海市蜃楼这种东西自古以来就有最早的记载呢是出现在了《史记·封禅》中，说的是燕国赵国人呢派人去蓬莱和方丈瀛洲求援之后呢，海市蜃楼就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呢，人们把它当成是海洋中的天堂，以金银为墙，长生不老的丹药为食。例如在明朝呢，就有人指出幻象的出现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是春夏都会出现，并且呢出现的都是凡间的事情，不会有太多超出人想象的东西。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海市蜃楼曾经是一片大陆，上面有城市，有森林，有山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些山川河流呢都消失了，再也没有人看到。但是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海水的蒸发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后来有一位名为陆荣的学者呢，就提出了一种观点，他就说那只是海市蜃楼是阳光照射到山间空气中的一种虚幻现象，并不是真正的仙家法宝。尽管他无法解释呢，但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非常先进的知识了。到了清代呢，有位名为游毅的人对这个海市蜃楼做过进一步的说明。他就认为水面能够映照出人与景呢，就如同一面镜子而海水中的蒸汽升空之后，就如悬挂在空中的镜子也能够起到镜子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呢，所谓的幻影其实就是水汽折射出来的遥远画面而已。那事实上这个解释就更符合科学的解释，因为海市蜃楼呢就是由阳光和空气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光学现象。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海市蜃楼它是一种存在才会折射的光学现象，那些天兵天将又将如何解释呢？那大多数人将天兵天将和南天门都当成了海市蜃楼，也有人觉得这可能是另一个世界的幻象平行宇宙。而平行宇宙呢，就是只存在一个或多个无限个宇宙，在这些宇宙当中呢，就包含了我们宇宙中的所有的事物。但是在平行宇宙中呢，又存在着和我们宇宙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也会发生和我们宇宙不同的事件打个比方，就是在我们的世界里比如人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呢，人们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有南天门的。那说不定在另一个世界里面，就真的有南天门和仙界呢。我们所看见的天空很有可能是一种奇妙的方式将平行宇宙的空间不小心投射到了我们的世界当中。至于为什么会有人这么认为呢？那就是因为有许多的幻象都找不到根本的来历。尽管呢，最近几年平行时空的这一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但并没有任何关于平行空间存在的证据。第二个奇异的现象是巨型的冰炸弹。在这个地球上呢，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难的问题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而随着极端气候的增加呢，对人类的影响也是越来越严重了。根据美国气象学会的简报呢，他们就报告指出科学家们可能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冰雹了。这是几年前的一场超级单体雷暴呢，在阿根廷市的中心出现之后而引起的巨大冰雹。这次的冰雹可能是达到了世界纪录，也就说明了地球的生态系统的恶化呢是越来越明显了，连冰雹的强度呢都是在连年创新高。那我们来看看这次公布出来的冰雹到底有多大呢？可能我们自己都不会相信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大的冰雹。根据科学家报告指出呢，在如今的世界纪录之中最大的一颗冰雹的直径为8英寸，那就约等于一颗排球的大小了，也就是20厘米左右那是在美国的南达科他州地区发现的。而这次的研究呢，主要是针对2018年发生在阿根廷的风暴了。科学家们就发现了一块冰雹的直径已经达到了9.3寸左右了，那就是约24厘米左右也就是最强的冰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那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就会被称为冰炸弹，当它们砸到地面的时候就一下子会变成许多的小冰块，附近的人呢都会被吓呆了。更神奇的则是，当天空中当时还没有一片云层，有一块巨大的冰块呢就从天而降。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冰炸弹有可能是从这个飞机的机翼上冰脱落而掉下来的，但是导致它们形成的原因呢就不清楚了。极端气候的现象呢在引发冰雹的快速变大变强，所以说如果人类不改变极端气候的现象的话，冰雹的发展呢将会变得更加的凶猛。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我们地球的极端气候呢会影响我们人类逐步走向更极端化的天气之下。第三个奇异的天空现象呢是绿色天空。那是在去年的7月25日郑州呢当时万里无云，谁也没有想到到了晚上呢天气突然发生了骤变，而乌云密布遮天蔽日，高度之低呢仿佛触手可及，当时就将整个天空上都染上了一层诡异的绿色。紧接着呢一道道雷光从天而降，雷声之大呢让人不寒而栗。有当地的居民就拍摄到了绿色天空的照片并传到了网上，很快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少人都说自己见过红色的天空，也见过白夜，但是呢第一次看到如此诡异的绿色天空，真的是大开眼界。但事实上，因为除了郑州20多天前呢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的绿色天空。那是2022年的7月5日，美国的南达科他州同样也出现了一片碧绿的天空，与郑州的情况相似。那是当天下午4点钟黑云呢从远处汇聚而来，将整个天空都染成了墨绿色。紧接着呢一场风暴就开始肆虐了，风力达到了150公里每小时，2万多人被切断了电力供应，更有一颗拳头大的冰雹呢从这一片区域落了下来，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仿佛真的是世界末日要来临了。那在地球的两端绿光连续出现，被很多人认为是地震的征兆，但是从美国发现到现在还没有人听说有什么地震，所以呢跟地震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于是呢网友们又扒出了绿色天空的预言帖，他们就说早在2021年9月一个叫时空旅行者的网民呢就发布了一个视频，预测了2022年的8月20日会有一片碧绿的天空。他就解释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靠近地球的一个星球爆炸，而导致了星球表面的绿色碎石呢扩散到了地球的大气层，使得这颗星球会被戴上一颗绿帽子。科学家们解释说事实上碧绿色的天空呢并没有预言中的那么神秘，它只是一种光的折射，就像是晴天的时候天空是蓝的，黄昏的时候呢天空是赤红色的，只是青色的天空很少见，让人觉得怪怪的。科学家说太阳有7种不同的色彩，当它进入地球的大气层的时候就会形成瑞丽散射，而瑞丽散射呢就是一种新的物理现象，是指当大量的光呢射入大气层的时候空气中的粒子直径小于波长时，波长越短呢就越容易发生散射。在晴天的时候，由于蓝天的波长较短，所以就会出现蓝色的情况。从光谱的角度来看呢，蓝光的波长与绿光的波长比较接近，而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呢，空气中的氧和氮分子呢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它们的粒径很小，容易呢被蓝光所折射。由于乌云的存在呢，空气中的水滴、冰块、尘埃都会变得更多，而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分呢，那就有可能是一片绿色。而郑州与美国的绿日呢，都是在黄昏的时分，又是在多云的天气，正好就符合绿日散射的要求，才造成了本地的绿日现象。因此呢，它没有任何的预兆，也没有任何的天灾，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气候现象。
那第4个天空奇景啊，是天空在流血。有一个词呢叫做腥风血雨啊，如果只看字面的意思啊，那就是带有腥味的风和带着血的雨，那看起来就非常的恐怖和诡异啊。这是在印度曾经真实经历过的一场腥风血雨。粉红色的雨呢，就在现实的生活中啊发生了。我们都认为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雨水呢，都是地面上的水蒸发而形成的一次水循环嘛。可是，在印度啊，却真实的发生了。那是在2001年呢，印度的天空就飘起了血红色的雨，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一股非常浓厚的血腥味儿，整个场景就如同世界末日一般。这一场景的到来呢，就让印度的很多信宗教的人都惊慌不已，他们就认为这是神明显灵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这场雨的到来呢，就把印度当地的很多的建筑都染成了红色，马路上的积水就像是流淌着血一样，整个城市都被红色侵染着。那这种现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真的如宗教人士所说的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吗？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外星生物到来所导致的。那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其实在今年的南北两极呢，也曾经出现了一些血红色的雨水，甚至在阿尔卑斯山还出现了粉红色的冰川。事实证明呢，经过科学家的检测之后发现其实这些雨水呢之所以会有颜色的变化，是因为在全球暖化的情况下，温度升高，藻类植物开始大肆的繁殖，把白色的雨水呢就染成了其他颜色，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诡异。那么印度的这场血雨是否与南北极的那种血雨的颜色有着一定的关系呢？相关的专家就采集了这个红色血雨来分析其内部的成分，果真呢就在这些雨水当中发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生物用显微镜观察呢，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种形状非常小，像是球形的4到10微米的生物。它们有细胞膜，但是呢却没有细胞核，可以说它们是细菌的一种。正是由于它们的出现才让印度的这场雨水呢变成了红色。然而却有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因为他们收集了雨水的沉积物，却发现这些沉积物并非是来自于地球上的土壤或者是灰尘。有一位来自于印度的地理学家则认为呢，这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彗星的外星生物降落在了地球上。此前的彗星和陨石降落在地球上是以固态形式的，而这一次的彗星落在地球上成为了液态形式，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但是对于这一观点呢，并没有得到其他科学家的认可。那第5个空中奇异的现象是天空出现了3个太阳。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地区就出现了一种比较罕见的自然奇观，天空中就出现过3个太阳。说起来这样的奇观在内蒙古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在去年的2月呢，内蒙古上空也有过一次5个太阳同时出现的奇观。为什么会有3个太阳存在在天空呢？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太阳呢，其实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太阳系中地球绕着自己的母星日转。随着太阳的运转呢，在白天呢，太阳就会出现在地球的上空。那么到了晚上呢，太阳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太阳的位置改变了，所以月亮才会出现在地球的夜空之中。那由于我们的太阳系呢是单恒星系统嘛，所以在地球的上空呢就只有1颗太阳。那为何内蒙古的天空中会出现3个太阳呢？难道是太阳系内又多出了一颗恒星吗？答案当然不是嘛。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这就是换日现象。那什么是换日现象呢？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光的折射现象。在温度较低呢，并且云层中是含有较多水汽的情况下，大气中呢就会形成很多的冰晶。那当太阳光照射在这些冰晶之上呢，就会产生光的折射，从而让人们从地面上看上去就会看到多个太阳。虽然换日的现象并不常见，但是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出现。比方说在去年的3月份哈尔滨地区的天空中也曾经出现过3个太阳。而根据资料显示呢，我国最早关于换日现象的记录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其中产生的原理，而是认为在后羿射日之后呢，天空中又重新长出了新的太阳。因此在过去呢，古人才会认为换日的出现就是不祥之兆。毕竟天无2日嘛，一旦天空中出现了多个太阳呢，就代表着要变天了。古人就会觉得用不了多久呢，就会天下大乱。当然了，如今我们都已经对此类现象有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和了解，自然人们看到此类现象的时候就不会再像古人一样那么慌张了，只会觉得非常的新奇。那么除了换日之外，是否还有换月呢？答案也是肯定的。那除了换日之外，换月也有，只不过呢，相较于换日而言要更为罕见。以上5种天空的奇异景象，哪一个更奇特呢？请在留言中告诉我吧。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了，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别忘了我们的视频是3天更新1期哦。
别忘了订阅关注雨哥与小汤的频道哦，拜拜，拜拜。